跟昨天一模一样的状况。这一个韩国的裁判呢，竟然跟中国的裁判两个人面对面拿起手机翻译，用了一个7分钟不见了。桌上的玩家就更火，整个桌上都很骚这样子。然后那把牌一打完就猜左，直接升到下一个盲注级别，500、1500的盲注级别，我是完全没有玩到。嗨，你的人呢？怎么只有你？就只有一个人，现在只靠我自己了。人事预算缩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 啊。我们现在人在济州神话世界，然后我们刚刚到了旅馆。我们住的这一个呢是神话世界里面最便宜的旅馆，住的这个叫做蓝顶，然后它还有其他的像是万豪啊，还有比较高级的饭店。那我自己一个人出来呢，当然是希望能省就省，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打牌嘛。我觉得只要有一个干净舒服的地方可以睡觉，房间的大小就不是这么重要了。今天运气挺好的哦，来的路上呢，刚好在机场遇到大亨，他们有安排专门的接驳车。对于一般玩家来讲的话，在机场就有一个 WPT 的玩家接送的游览车，每30分钟一班，那车程大约是40分钟左右。刚好大亨他们有叫专门的接送车，是一个宾士挑高，应该算9人座吧，非常的豪华，老板用的那种接驳车，直接送到旅馆门口，让我省了一些时间，也省了一些心力去等车啊，去找车啊，我觉得都挺不错的。那今天就这样，我们晚点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早安。今天来星巴克，这家星巴克特别大，但它这杯子有点怪，然后他给我做装7分版而已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嗨，要上吗？不要上啊！那这边相机会抓很严吗？你包包会检查？包都会看。啊，对，我可以帮你认。应该不行，我要拍啊。没关系，等下如果要收就收走了，没关系。不帅啊！我进赌场里面，我用手机拍就好。对啊，谢谢。今天就2场赛事，一场开幕赛，一场猎人赛。猎人赛它4点开始，然后到6点多。我原本想说这个时间点是不是直接现在打猎人赛？但我还想开幕赛讲词比较大，我也不是文静嘛。对，明天还有2次机会，但我会希望把握每一次。等一下还是以开幕赛为主。听说他等一下会收我相机耶。好啦，不拍了，就这样，等等见。好，我们第一天的开幕赛拿到1000、2500的盲注级别，拿到了一对 J， 我选择了最小加注大盲位的玩家跟注，然后翻牌是875。大盲位的玩家过牌加注到12000，所以我就 all in 了，然后他很快就跟注了。开牌他是96红心，就没什么 odds 啊，然后就淘汰出局了。我出局的时候，他可能在跟桌上其他的朋友在讲话，他说我很会69，我不知道是想要嘴炮我，还是想要性骚扰我，还是什么意思啊？反正就是出局了。刚刚在打的是神秘猎人赛，赢了4个猎人头，加上我自己有5个，进入到决赛桌。我筹码在11人的时候是最少，刚好在2个5人桌的时候呢，拿到了一对 A， 筹码翻倍，然后把短筹码给清掉，应该说是翻3倍。进入到决赛桌，大约剩下10个大盲左右啊。目前场上剩下7位玩家，希望今天有一个好成绩啊。现在休息时间，我们就在场外。其实还蛮漂亮的。看到背后这个树吗？今天比赛打完了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刚休息回去，不是说剩7个人吗？很快就打到剩3个人，然后我的筹码都是一直是最少。这时候就发生一手我觉得蛮扯的牌，8位的对手他输到剩下40万，也不少。然后确定他不在旁边啊，他不在旁边。然后8位的这个中国玩家，他直接 all in 40万，小盲位太 all in，当然我大盲位 K3我就弃牌嘛。8位是17同花 ，what？ 那个筹码原本超多的，第2莫名其妙被清掉。下一把我变成是小盲嘛，然后第1把牌 AJO 8个大盲，这个我阿嬷来应该都会 all in， 然后秒跟，他跟的比我还开心。开牌他 AK， 他有80 BB， 我做8 BB， 单挑第1把牌就搞定。第2名也不错啦，这个筹码量基本上在决赛桌一直都是短码。第3名讲难听一点就是他去自杀我。第2名总共奖金是855万，再加4个猎人牌，1个猎人牌是30万，所以是970几万，还不错还不错。第一天有一个第2名，好的开始。哇，这也太贴心了吧！都已经说不用打扫了，他还给我送一袋物资哎。好，2瓶水，2条毛巾，还不错。好啦，今天就这样啦，各位晚安，拜拜。大家早安。
今天是 WPT 济州的第2天，今天打的是开幕赛。那昨天是打 A 组，今天还有 B 组跟 C 组。其实这里蛮多吃的，但是我都没时间吃。依照我的往年经验呢，打比赛呢，绝对是瘦，都在牌桌上，没什么时间吃东西。比赛期间2个礼拜瘦一下，很棒。好，首先今天我下午来的时候呢，直接去报名了 B 组。B 组上桌打了一下，我就被淘汰了。重买之后呢，打到蛮后面的，然后有一把 A3 同花，不到10个大盲all in要输了。现在准备去赶着报名晚上6点的那一场 C 组快速组别。大家早安，大家早安！今天是 WPT 第3天我们开幕赛都没进那今天的比赛最主要就2场，第一场呢是1000万韩币买入的豪客赛，我想要看大概有多少人，如果超过50个应该确定会打，还有一个100万韩元的另外一个赛事，过去看一下这2个赛事哪一个比较热门，希望是可以先打豪客赛。不是很顺利。今天豪客赛我们上桌没牌一直没牌。有 all in 1对3，赢下一个底池 A10冬花，赢下一个底池。最后一手牌是 high draw 位的玩家加注3个大盲，在小盲位我只有开11个大盲，拿到 AJ 方块，非常简单的 all in， 然后他跟注，他是1对9，这手牌就淘汰出局。刚好出局的时间是5点20分，还来得及去打 A 组的一个边赛，4万的起始筹码，前位拿1对9加注，后面跟了4家，然后翻牌是934彩虹面双死，全部都过牌。转盘来一张黑桃 Q， 有一个后门的黑桃，小盲位打4500，然后我选择跟注。最扯的是后面全部都跟注，5人底池进入到合牌，然后合牌是一张7，后门花没有出来，大盲我打2万，那我现在24500我就 all in， 然后后面3位玩家都弃牌，我就以为翻倍了，不知道输什么，然后他开5-6黑桃，合牌中圣子，我就出局了。我现在刚好是6点，还可以报边赛 ，B 组5点开始，那他8点还可以报名。吃完饭休息个10分钟，就再去打 B 组。好，我们刚刚打这个 B 组快速赛，还蛮有意思的。有一个人一上桌就说：“陈宇焕，我是你的粉丝。”一个中国玩家，筹码超多。聊了一下，然后我在中间的位置拿1对 K 最小加注，他在大盲位，他直接推了，我就跟了。他是 AJ 合牌 A 淘汰出局，可惜没游戏玩了，准备去便利商店买点吃的吧，买个我觉得这里便利商店还不错的东西，等等你们就知道是什么了。必买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水煮蛋，在这边能够吃到原型食物是蛮困难的，尤其是赌场里面的那个餐点，基本上都是淀粉类，就是蛋白质都很少。如果吃一个牛排，这边应该至少都要1500以上台币啊。小资族的做法，直接去便利商店买鸡蛋跟牛奶，然后有的时候我会挑一些水果。今天买高级货草莓，不知道多少钱，刚没看。你看旁边的餐厅都关了，那基本上9点餐厅大部分都关了，这里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回房间了。今天是 WPT 第4天，3月28号。今天重点就一场主赛事，今天是主赛事 A 组，报名费280万韩币。今天的主赛事我觉得看起来人蛮少的，大概只有100个左右。嗨，你好。今天的主赛是希望18晋级，这样子的话，明天还有一个洋日赛的边赛，选择会多很多。现在是主赛事，晚餐休息。我上桌的时候，起始筹码5万，一直掉，没啥牌。然后2万2000多的时候，一把关键的 K3 2对，带一个后门同花 draw， 转牌下注，对方跟注，然后合牌，我中了 K 花，他中了 J 花，2万多翻倍到4万多。稍等一下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是3月29号 WPT 的第5天。先讲一下昨天主赛事的 A 组，我们筹码量超过均码18万左右，晋级第2天。所以呢，今天跟明天呢只能打边赛。昨天在主赛事的状况，我有一手 AA， 一家是 AK， 一家是 QQ， 翻牌前3位玩家all in。让我从47000多翻3倍到14万多。简单来说，一开始是不顺利，我最惨的时候掉到是1万2，然后打回来到2万多，翻倍到4万7，直接的下一手就是 AA， 然后翻到14万。桌上人说哇，突然2万多变14万翻了6-7倍。牌桌上的玩家在聊了，感觉外面天气都还挺好的，蛮凉的，让我觉得赌场里面有点热，然后旁边又抽烟，所以昨天穿那个长袖衣服，我就觉得哇超不舒服。后来马上去换了一个短袖，那我这几天应该都会穿短袖吧。
吧？看到我身后的赌场了吗？好，我们准备要进去喽。现在是3月29号晚上11点。好，我们今天打了深筹赛淘汰出局，有一手炸红没有过，之后变短马推了一把没赢。其实今天有一个有趣的故事，等一下可能到房间再跟大家分享，那就晚点再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到房间了。我刚刚说了一个有趣的状况跟大家分享。今天的深筹赛 ，low 价位的对手翻牌前加注，我在bottom位拿一对7跟注，翻牌是669彩虹面，他下注我跟注，转牌8，他又下注我又跟注，合牌来了一张 K， 底池11000，这个时候他非常的紧张，他要下注，他的筹码量大约有3万，全部都是5000，因为他不是中国的玩家，他就说25，就是英文的25，大家就有点不大确定，大家听起来25就是2500嘛，因为底池11000，那他讲25，大家都会预设是2500，他这个时候他拿了3个5000出来，全部人都傻眼，我也傻眼，荷官也傻眼，25丢了3个5000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要丢25000吗？当下荷官跟他沟通，两个人就是一个讲韩文，一个讲英文，然后两个都听不懂的时候，他就把他的一个5000的筹码换成比较散的，就是有1000、有500、有100的筹码，他就放了12000。可是这个时候旁边人觉得很奇怪，旁边人说没有啊，他应该是下25000啊，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下注多少嘛？这个时候我的直觉的做法一定是叫裁判。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中国的裁判，最扯的是这个中国的裁判不会讲英文，也不会讲韩文，这个荷官只会讲韩文，他就问我发生什么事情。当然我可以讲，可是我不是你第一个要问的，荷官才是当下副裁判的概念。我的意思是你要跟他沟通嘛，因为如果我讲话的话，到时候判对我有优势，那我觉得对这个玩家也不公平嘛。或者说你不要问我，你要问荷官，因为我不想要帮我自己讲话。然后他就反问其他桌上的中国玩家，他们都说我在看手机，没在管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裁判他竟然拿出手机给我用不知道什么 Google 翻译，然后又给我用韩文对中文的转换。我觉得当下的情况已经有点扯，然后我也想要保护自己，所以我有拿手机出来录影。你说这是可燃物，所以是그러면 난 2,500이라는 돈을 하고 싶었던 거지. 我是说，如果你连语言都有问题，为什么你不找一个可以讲英文或是可以讲韩文的来沟通？要不然你在这边翻译错了，那请问一下这个怎么判？这时候也有另外一个裁判就过来，他的判决就是因为当下2500是一个可以使用的下注筹码，所以他当下就判了一个比较低的下注尺寸，变成是2500。那其实他如果真的下12500，说实话我都很想要抓炸胡，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潜在的，比如说10J、Q10、QJ 的炸胡。那我觉得大部分的玩家没有能力在合牌 KQ 或 AK 中了一个 K， 然后给我打一个超怕，我觉得他有机会 AA6 或真的 Full House 这种手牌组合就少嘛，他打的越大，我觉得越可以。我其实12000我都考虑要抓炸胡，所以2500，我说你要确定哦，他说对是2500，那我就扣了之后看到他是 QJ 不同化的炸胡，然后我就赢下这个底池。反正就分享给大家嘛。我的建议是，如果说各位玩家其实自身英文如果真的不是很好，像他这样子有可能会讲错或者是表达不清楚的时候，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随时让自己有一些可以使用的比较小的筹码。如果说你都是5000的筹码，你拿给旁边的，请旁边人跟你换，其实旁边的玩家都一定会乐意帮助你。就算真的不会讲英文，我都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，因为你拿5000的给隔壁，隔壁就一定知道你要跟他换钱，要不然你要把筹码送他吗？这其实换筹码是一个最直觉、最安全的做法，就是一个小技巧啦。如果说各位观众自己在英文不是这么确定的时候，最好的方式就直接换小面额的筹码，然后丢出你想要下注的筹码，避免使用这种你不熟悉的语言去讲一个数字，因为你讲错就惨了嘛。今天就是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跟大家分享。今天是 WPT 第6天，今天要打的是猎人赛。这场猎人赛它跟一般的猎人赛不大一样，一开始呢是没有赏金的，进入到前圈之后呢，一个赏金是100万韩元，一个赏金相当于一个买入多一点点。这种赛制在美国蛮常见，但在亚洲是比较少见。那我们又走到了我们熟悉的赌场，准备进去喽。回到房间呢，很遗憾的是，我们今天并没有进前圈。晚上的时候呢，去参加一场快速赛，然后发生了一个又跟昨天差不多的状况啊，应该说是超级快速赛，它是10分钟升盲。当下的状况是荷官已经发完牌了，第一个玩家弃牌，第二位玩家要做动作的时候，他先看了一下时钟，那时钟是已经升盲了，变成500、1500，原本是500、1000。正常来讲啊，如果说看到的时钟是9分多，基本上荷官会说下一把，但实际上发生的状况是8分钟。
钟了，不大可能发完牌然后一看8分钟了你还不身盲嘛？所以理论上来讲，当下那一手牌应该要是身盲，但是呢荷官呢也搞不太清楚状况，然后这个荷官呢只会讲韩文，他没办法跟其他玩家做解释。很好笑的就是他就当没这回事啊，那其他玩家又开始该叫了，那就叫裁判来，然后来了一个中国裁判，跟昨天一模一样的状况。这个中国裁判没有想要理荷官的意思，他就是要问桌上的玩家发生什么事，因为他不会讲韩文，他不会讲英文。桌上的玩家就解释讲半天，这一个中国的裁判没办法做决定啊，他又要再找一个韩国的裁判来。韩国的裁判来了之后呢，桌上的人不会讲韩文，荷官又跟他大概花了2分钟沟通了这件事情，然后这一个韩国的裁判呢，竟然跟中国的裁判2个人面对面拿起手机翻译。我是觉得很夸张啦，我觉得你不用会韩文，但是你一定要会英文，因为你是一个裁判，如果你不会用英文解释的话，那基本上你要怎么样在国外的场地跟任何人沟通？这是一个国际赛事，国际赛事的标准语言就是英文。其实他们在弄半天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知道，已经有人加注，有人跟注，要不然你想怎么样？一定就是照当下500、1000了嘛。弄半天10分钟的盲注级别，弄了一个7分钟不见了，桌上的玩家就更火，整个桌上都很骚这样子。然后那把牌一打完就拆桌，拆桌的时候就直接升到下一个盲注级别，500、1500的盲注级别，我是完全没有玩到。过没多久，反正我翻牌前 all in 一个 K 死童话，然后输掉。所以今天算比较早回到房间，大概11点多，今天应该要早点睡了，预计要2点睡到10点起来，然后准备12点主赛 Day 2。嗨，今天是我们的重点主赛事 Day 2，玩家总共好像有接近1001吧，我是打 A 组晋级的，那总共大约是300位玩家晋级，大约是124位玩家进入前圈。那赛程上面是写说今天只打到前圈。好，我们这个系列赛的重点就是今天啦，祝我好运。我们看到现在人在房间，我们今天这个主赛是12点上桌，均码16万，我有18万，60个大盲，35分钟。2手牌就淘汰出局了，然后下午去打了一个边赛。这个边赛呢叫做迷你主赛事，基本上它就是主赛事淘汰了之后呢，都会去参加的一场赛事。它是140万韩元买入，我在第一个级别就上桌了，打到刚才是7点30分左右。我们的筹码量还不错，有10几万。休息前呢，按照赛程表上面是一个晚餐休息，所以很多人弃牌之后就直接就走了。突然赛事的裁判又说没有晚餐休息哦。原因是因为再打1个半小时，今天第一天就结束了。他说只有15分钟的休息啊，而问题就来了，每桌至少有超过2个玩家已经去吃晚餐，也就是说15分钟开赛之后呢，他至少要被洗1个小时的盲注，每一个人要被洗2、3万。然后就在赛事开始前3分钟的时候，裁判又出来讲，我们又改了，我们又改晚餐休息了。原因是因为太多人已经叫不回来，我又跳出来了，我又站回去了。怎么样？我又跳出来了，打我啊，笨蛋！把我们所有的玩家在场的全部都超级暴怒，中文、英文，然后是日文都在骂。我是觉得这个赛事的组织能力真的是有待加强啦。现在休息时间还剩下23分钟，我大概吃点草莓，喝个鲜奶，喝个高蛋白，就要再回去打牌了。Hello， 大家早安！今天是 WPT 第8天，对我来说应该是最后一天。明天4月2号是要去 Poker Dream 马来西亚云顶赌场。那今天要打的是迷你主赛事的 Day 2，今天天气真好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今天应该剩蛮多人的吧，还要打至少4到6个级别才会前圈。那我们就看今天的成绩怎么样。今天出了一个小插曲，迷你主赛打到进了前圈之后短筹码，最后一手牌我只有4.5个大盲，我拿到了 AK 同花，我3B 到4个大盲，剩0.5个大盲。原因是因为当下剩下41名玩家，然后40名有一个奖金的差额，差20-30万韩币吧。桌上的玩家也知道我在做什么，那我大概站起来看一下，没有什么太多可以等的机会，基本上我也不会太白目哦，我不会可能想超过3分钟，没有这么缺德啦。本来一个玩家在这种情况下要思考，很合理嘛。所以我看了一下，没有人 all in， 那我就还是把我的剩下的筹码丢出去了。他是 KQ 同花，我是 AK 同花，压制翻牌让 Q 就淘汰出局了。紧接着参加了晚上的神秘赏金赛，只有14个人晋级，我记得好像104个玩家吧，运气不错有晋级。但因为这样子的话，机票改，刚刚得知这个机票基本上就是没得改了，所以机票要重买，住宿要多花1天，我不知道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。反正
正我明天就多待一天在韩国。如果 Day 2打完了还有时间，搞不好也可以打一些边赛，变成是4月3号后天才走。今天大概就是这样吧。今天打完比赛的时候呢，刚才去吃了我今天的第一餐，后来发现原来旁边有一家餐厅，便宜又好吃又健康，就是它有一个沙爹鸡肉串跟一个牛肉寿司卷，觉得还不错，分量蛮够，然后说也是超便宜，这样子点起来才18000韩元，400多块，超级便宜。很可惜啊，都要快离开了才知道原来有这种便宜的好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一次 WPT 整体状况。这一次是我第2次还是第3次来济州？济州它这个地方呢，如果纯打牌的人，我觉得还 OK。对于想要去附近玩的话，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无聊，因为它离市区有一段距离，所以其实不是很方便。对我来说，只要能够打比赛，环境是舒适的，其实我是觉得很好。不管是以赛场的舒适程度，附近的旅馆，或者是在度假村里面所有的餐厅，基本上有便宜的也有贵的，所以我觉得能够满足大部分玩家的需求。那我这一趟的成绩呢，总共是获得了3个前圈，其中一个第2名，第2名是第一天的赏金赛。那主赛事的话，很可惜的，第2天很早就出局了，在短短的8天左右，能够有3个前圈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指标，前圈大概是15%左右，是很可以接受的一个赛事的成绩。那跟大家分享呢，我下一次会来济州，应该是4月底的 APT。那我预期这个4月底的 APT 人数应该要比较多，因为在5月的时候刚好有一个中国的长假，中国来济州也是不用签证的哦，所以我预期4月底的赛事应该会非常多人，然后我也非常的期待。如果你会来的话我们4月底济州见。如果说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。我是小 P，拜拜。